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电影2 SS91号的堕落金刚。毕竟是个 L 级嘛，所以它的盒子会特别的大，而且是这种完全封闭式的包装。背后这里看产地，越南。背景的立绘很漂亮啊，也是当时埃及的一个战争场景。背后还有3座金字塔。纸品方面，官方拉页式的说明书，变形很简单嘛，其实也不需要。这个真的恕我个人来说，实在是接受不了迈克尔贝的这些，尤其霸天虎的一个伪装形态啊，这变的是个啥呀？反正不管怎么样吧，毕竟是一个外星的这么一战船啊，怎么变的话无所谓，反正谁会玩它的伪装形态？大部分都是玩人形吧。其实 SS 一般来说这种用料都很柔韧啊，材质也是比较韧性强的，很软。而且这一回因为变形也比较简单，所以并没有出现什么歪轴了、变不了形的情况。透明的驾驶舱这一块会做得挺漂亮的，身上有很多细节纹理的刻画。我一直在说，现在的 SS 它变形的结构零件虽然少了，但是在板件的刻画上面，在这些纹理的刻画细节上都做得非常的不错。虽然说堕落金刚这个伪装形态也看不出来点啥吧，我是真的不记得电影里边它变过啊。反正看看就得了呗，这玩意儿变形也没啥意思。首先把这2个武器卸下来，至少还有一个搭载的地方嘛。然后2节其实可以扣在一起，也是当时那个权杖啊，还是挺长的。棒子也是刻画纹理，挺漂亮的。把这一块三角区跟腿上这地方连接的卡扣扣开。你看这就掉了。哇，这个就说到啊，这个料子软呐，它真的不适合做球关，而且这一回是双球关展示。我不是说它这个地方有2个球关啊，而是在手臂连接的上边，它不光这里是个球安上去的，根部这球碗套球碗，哇，这个是吧？这个大球碗还是不容易掉的，这个小球碗一碰就下来了。而且这一块的变形其实挺别手的，我们一会儿来看。好，我们把它放到后边，腿部直接打开这个地方连接的卡扣，180度翻下来，卡过来，然后一转90度，2转3转，就这么拧吧拧吧就变完了。脚趾头打开，好，一条腿。这边也是90度立起来，然后从这儿转一圈，从这儿转一圈，脚趾头打开，2条腿就出来了。但是又是因为这个料子软的关系啊，一个 L 级的这种大级别玩具没有齿轮关节，很软，这个关节也很松，站立起来不是太稳定。但至少它2只脚很大，接地面积很广。上半身的变形，你以为这是2个手臂吗？不，它的手臂在这里。打开肩膀头子连接的一个卡扣，这些卡扣啊，其实起不到固定的效果，也只是定位，还是因为卡扣太薄，料子太软的关系啊，卡上去其实效果意义不大。这块肚兜甲、双关节，甚至是3关节啊，折叠摊平放下来，然后肩膀上折下来这个关节的位置又有一个卡槽把它卡住。你看这个卡槽其实就是个定位，插进去基本没有太大的效果的。胳膊放下来，其实基本上就变得差不多了，主要是后边的这2块，这2个我们把它拿下来吧，索性这个真的插不住啊。然后把这个三角的边缘折移90度，两边一样，都先折好它。往背后扣的时候，这里边的卡扣看似挺多的，但其实意义也不大。首先这块滑进去，然后圆形的下方这里还有2个插扣，一并把它套合。看这么多卡扣插的挺结实的吧。另外的一边再包起来，包起来的同时，它们2个中间还有结合的位点，把这里再夹住。好了，
背后这三角形就变完了。然后就是把这球冠连接上，哎呦，太难受了，真的太难受了。你想要把这个玩意儿一体变形出来啊，这个球冠是根本不配合你的。图什么许的呢？只是为了一个造型啊。这个球冠呢，主要还是因为料子的关系，它支撑不住这个球在变的时候不把它松脱开。倒是这一块三角形啊，毕竟 L 级嘛，总得有一些噱头。这里是可以跟着联动的，也就是说你在抬手臂的时候，背后的这块甲是可以稍微的调整一下的。哎，你看我们做出来了当时电影2的那种联动机构，是不是很良心？但哎呀，这个背包动一动又开了。最后一个小细节，肩膀上边有2个刺刺，软胶的，把这2个立起来。最后手里边这个权杖也好，拐棍也好，一拿它就变形完毕了。哇，这个人形的造型来说，我觉得还是不错的。它起码在一些细节造型方面都对电影里边的那堕落金刚挺还原的了，细节处理很好。但我说实话，像这种角色，你索性真的不要出它的变形了，关节什么的做的良心一些，也不用设计它的变形结构，就很好了呀。而且这款堕落的可动性真的非常好啊，身上的关节该有的都有，甚至脚部还有，还接地呢。但也都是球，虽然没有转腰啊，仅此缺这么一个关节。手腕的部分可以转，向下还能翻折，胳膊肘的部分还是双关节。但是呢，你在扭动关节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根部这2个球冠连接的地方。你看它其实是跟着在联动的。为什么做了这个双球腕的套合，就是为了你在胳膊活动的时候干涉不是很影响。而且背后这里还做了联动的伸缩，其实挺好的。但是呢，一碰就脱开了。这个球腕料子太软了呀，还是这个关系啊。而且它这里做了开口，做开口的原因就是为了让它稍微抬起手臂的时候，哎，这个样子，背后的这根筋会连着卡到这个地方。面具的造型做得非常的漂亮，蓝色金属漆的涂装，银色的点缀，包括板件的纹理细节刻画都很不错。眼睛还是透明件，血红的，真的好看。当然噱头还不止于此。哎，头盔拔下来以后，里边的这个大秃脑袋也有露出来啊，眼睛有涂装，头上的这个管路还有透明件的点缀，脑壳的边缘这里也是透明件啊，甚至它的嘴巴还可以打开。哇，最后求饶的时候，应该是让拿这个棍子别着脑袋给夹断的，应该是这样给搞死的。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搭配互动的角色的话，完全是没有问题的，很不错。包括它作为一款可动小人来出的话，都挺好的。但是其实说起来，这个变形啊，有点鸡肋了，可要可不要，真的无所谓。其他的方面来说，我竟然觉得这款的素质还不错啊。一个 L 级的玩具，现在市面价格可能300块左右吧。至少这款对于一些原著的还原党来说，或者为了搭配其他的角色进行互动来说，这堕落金刚我觉得人形方面都是蛮合格的，摆一些造型还可以吧。再加上涂装和细节倒是都做到位了，而且偷胶的地方虽然有一点点吧，也不太明显。正面也就是膝盖的内侧这里能看到一些偷胶，背面这里还不错，有一些地方你就当它的纹理吧。如果你是把它当成变形金刚的玩具来上手盘它的话，你会发现非常的不爽，变形过程毫无乐趣，而且体验因为这2个软球冠非常的糟糕。但如果你是一个原著的或者说角色控的话，你会对它非常满足。可能另外一个不爽的点就是这胯部的关节，因为没有齿轮，其实上边的看似零件不多啊，但是也挺重的。这个轴的话装的不是很紧。其实我觉得这玩意儿的存在就跟玩 G1 里边的五面怪了、审判长了、鲨鱼精了，这是一个意思啊。反派的这个角色你没有他还不行，
所以喜欢老电影的角色收藏控们搞一只这个堕落金刚，我觉得还行吧，起码每一个细节造型的还原度都做到位了，变形你就当它是送的呗。那么得嘞，这一款 L 级的 SS91 堕落金刚就是这样了。